蒙面财经，朋友们好，今天是2020年7月10号。那今天呢，我们还是来聊一聊火爆的中国股市啊。今天呢，我大概说3部分的内容啊。第一部分呢是说一说这个中国股市目前走到了一个什么阶段，那未来呢会有哪些大的变化啊，或者会有哪些大的震荡。那第二部分呢是中国这个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的一个背离啊。很多人不能理解，说为什么经济现在这么差啊，然后股票市场却这么好。那第三部分呢是在谈一谈这个经济如果再遭受一波冲击那全球的央行呢究竟还有多少宽松的空间或者说还有多少子弹可打。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上证指数的走势可以看到从7月1号这个放量突破开始已经连续大涨了7天很多人呢这个时候都想等回调但是股市呢就是非常逆人性的，越是你想等回调的时候呢，它越是连续上涨等你真正追进去了这个时候开始回调了。那我们先看一下，它现在一口气呢从3000点以下也就是2950点涨到了3450点一口气涨了500点，基本接近呢3500点的位置那来到这个位置呢，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大幅的震荡呢即将来临那我们先来看这张图也就是当时18年1月份大家看这个图上，18年1月份呢，当时上证指数是止步于3587点的当时有个背景当时的背景是什么？就是中国在14-15年通过连续的货币刺激政策和涨价去库存包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3去1降1补这些政策，让中国经济从一个通缩的状态进入到一个再通胀的过程。那经济呢在16-17年2年呢可以说是连续复苏。那16-17年呢整个周期产业的这个情况呢非常好那 PPI 的指数呢基本都在5%以上高的时候达到7%、8%。那 PPI 大家知道它是这个代表这个大宗商品的一些原材料价格的指数是属于产业链上游的，跟周期行业息息相关的一个指数。那在16-17年呢，当时大家炒股票呢挖掘的都是钢铁水泥、煤炭化工这些行业的业绩都是看这些行业的业绩本身和业绩的增速去投资的。当然周期行业中代表中的代表呢还是地产板块当时在香港上市的3家房地产公司，也就是碧桂园、中国恒大和融创中国那这3只股票呢在16-17年都是翻了10倍是典型的10倍股，可以说让不少人发了财。那在16-17年那2年呢，可以说是价值股完胜成长股你只要盯着价值盯着这个业绩的增长盯着这个周期股行业业绩的复苏就可以。那在那2年呢，沪深300的走势呢也是完胜创业板和中小板的走势所以就是在那样的情况下在价值股那么突出的情况下，在这个周期股这个那么突出的情况下，上证指数呢也是止步于3581点就戛然而止了。那我们今天呢又快接近这个位置了上面呢可以说有巨大的套牢盘。那每当大盘接近就是这个3500点这个区域的时候呢，那基本是大幅震荡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近在眼前。所以大家这个时候呢要稍微小心谨慎一点。那我上期呢也给大家讲了，就是中国 A 股这波牛市呢已经走了1年半了目前呢正在进入最后的这个疯牛阶段。那这个阶段呢是非常暴利的既是那个这个 violent 就是这个很暴利那个暴利也有那个很赚钱 profitable 的那个暴利的暴利赚钱也很快，赔钱呢也很容易所以这个时候呢买入不难但是全身而退呢不容易。所以还是那4个字且行还是那6个字且行且珍惜。那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银行板块的走势我上期呢也说过了，就是金三胖呢它在整个上证指数中的占比非常高大家可以看这张图。那这张图呢是东方证券6月份这个研究报告中的一个统计图。那可以看到呢，金融板块呢在上证指数的权重中占比非常高占比达到30%的比例。所以说你要探寻上证指数能涨到多少呢？那你一定要去看这个金三胖各个板块它在什么位置，它们大致还有多少空间那我们来逐个看一看。那先可以看一下这个银行指数。那银行指数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3500点区域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压力几次冲刺呢都很难越过。那第一次的冲刺呢，第一次呢是牛市15年6月份，当时牛市顶峰时候，这个银行板块的指数达到了3581点那第二次呢是18年的1月份就是刚才我讲的这个经过16-17年的经济复苏这个整个周期板块达到一个巅峰的一个状态，就是18年1月份，当时呢银行板块达到了3400点。那第3次再冲击呢就是19年4月份也就是这波牛市的启动的初期当时去拉抬权重股拉抬券商和银行搭下这个台子，把这个台子搭好以后成长股才好翩翩起舞。
当时呢，这个银行指数呢达到3500点的区域啊。那这是前3次，那最后一次第4次呢，就是这一次啊。大家从这个图上也可以看出来，那这次呢，目前是在3280的一个位置。那我们拭目以待啊，看看这次呢会不会再冲破这个3500点左右这个区域，让银行板块整个这个指数呢再上一个台阶。那有朋友呢喜欢说这个，你看这个银行股估值那么低是吧？这个上涨的空间应该很大啊。我们的银行板块的估值呢，相对于全球其他这个股市的银行板块都偏低啊。很多人这样去认为或者这样去讲但是其实呢这里面我告诉你，就是总资产里面银行的总资产里面只要有1.5%的坏账损失那整个银行的利润就归零了啊。那这么多年来，银行利润一直呢是占据 A 股上市公司的半壁江山有的时候比50%还要高。但是这么长时间呢，依然需要不断的输血，依然不断的需要融资什么永续债什么刺激债优先股包括央行的不断降准，给商业银行输血所以你可以看到，银行都赚了这么多钱了但为什么还这么缺血还需要这么不停的给它输血所以说这个就是纸上富贵银行的资产规模呢，它在不断的膨胀所以不管银行你赚的钱也好或者输血融资的钱也好最后都用来贷款去扩张信用规模了所以你看这个银行的规模是变得越来越大银行的体量变得越来越臃肿但是银行呢同时也变得越来越缺钱。所以说银行低估值呢，它是有深刻的背景原因的真正的这个很多人真正就是不理解怎么投资这个银行的股票。其实真正投资商业银行的股票呢，都是在坏账暴露以后在高估值买入的比如说银行30倍、40倍的时候，他去买入然后呢，在低估值的时候降到10倍以下的时候，反而是卖出的一个时机这个听起来呢，感觉也是很反人性的，是吧？但确实这个投资很多时候呢就是反人性的。好，说的有点远，那我们再回来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简单看一看券商板块和保险板块的一个情况。那可以看到，这个券商板块呢，离15年的最高点这个206000点还是有些距离券商板块呢，目前的这个点位区域在164000多点貌似呢感觉还有空间。但是我们再看券商板块里面的领头羊这波行情的领头羊中信建投，那它从最低点的5块5毛6一路涨到最高点就是上一日的收盘价55块9基本是翻了10倍。那我之前说过一个领导板块的领导股只要上涨10倍，那一般呢是一波牛市中出现了一个典型现象就是它这些领导板块里面的领导股经常都是涨10倍，就是在牛市中这个是非常典型的。那从中信建投的涨幅来看呢这周呢也刚好达到了。那我们最后再看一下这个保险保险呢目前已经接近这个1800点的一个区域这个区域呢是17年11月份创下的高点。那然后呢，在19年4月份，也就是这波行情启动的时候呢，第2次到达过然后就是这次。所以我们看到银行和保险板块呢，基本都已经到达之前多次触及的高位区域券商板块呢，看似好像还有一定的空间跟这个15年当时6月份高峰相比这个就206000点当时相比看似还有点空间。但是当时有2大因素要考虑到，就是一个呢，就是这个领导板块的这个中信建投这一波已经达到了10倍的涨幅已经体现出了领导板块的领导股的一个充分的一个估值扩张的一个程度。第二个呢，就是要考虑最近几年毕竟还上市了很多的券商股在15年当时券商股也就20多家现在将近40家，对吧？这个分散了很多资金如果没有新上市的这些券商股呢，那很可能这个券商板块的指数的涨幅呢，已经接近15年6月份时的高峰了。所以说这个券商板块你从指数上看好像还有点空间和距离，但实际上呢可能已经跟15年6月份那个区域呢比较接近了。好，这个是我们看了这个上证指数里面重要的一个板块金三胖板块它占到这个上证指数权重的30%左右。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这个行业，就是各个行业里面的领导股大家知道这波行情里面这个领导板块就是科技、消费和医药这3个板块都涨得非常多。那我们看一下消费板块里面呢我们选一个高端消费的代表那不用说就是贵州茅台那普通老百姓消费的代表呢我们就是海天味业这都是2个大市值公司，也是2个消费里面一个高端一个平民，就是也不说低端嘛，就是普通老百姓的一个消费品。那医药里面呢，我们选这个恒瑞医药这是典型的代表医药里面的大牛股包括这个迈瑞医疗医疗器械里面的大牛股。
那科技里面呢，其实真正这个核心的科技股它不在 A 股上市啊，但是在 A 股里面呢，关于这个硬件方面的这个科技股呢也是有代表股的比如说立讯精密这也是一个代表的大牛股在硬件方面，科技的硬件方面。那在软件方面呢，科技的这个领导股呢，我们只能到这个海外去寻找，对吧？最典型的腾讯和阿里巴巴。那这些大的股票呢它非常有代表性我们要紧盯他们的这种走势。他们呢现在目前都在加速冲顶一旦他们到一个平原期涨不动了，或者说他们开始有拐头的迹象了那就会直接影响整个大盘的走势所以这些股呢值得我们密切跟踪就是后面它不一定有多大的涨幅但是这些领导板块的领导股呢是值得我们密切跟踪的。那好我再说一下就是这些领导板块领导股这个就是体量这么大，你看阿里巴巴和腾讯这么大的体量还在这个5%、6%的涨幅，像前两天这阿里巴巴都8%、9%是吧？这么大的涨幅还能涨这么多这个原因呢就是在于这个货币的水的体量现在很大我以前不是说过吗？经过这么多年的货币刺激总的这个货币量，总的这个债务量很大很大稍微再进行一些宽松以后，整个释放出的这个货币的绝对量非常惊人。所以但是呢走到今天呢，大家也知道实体经济呢又举步维艰好的资产非常少，投资收益率非常低实体经济萎靡不振，所以能给人有信心的资产呢又非常少所以久而久之整个资金就聚集在这些很有限的这个股票上面，或者很有限的公司上面我称之为叫孤岛效应就是一种像末日孤岛一样所有的资金呢都往这几个孤岛上去挤，那最后到某一天发现呢可能这个末日孤岛呢都不再安全这是一个孤岛效应。那接着呢我们再看一下下面这张图再看一下这张图呢是关于这个10年期国债收益率的为什么要看这个东西呢因为10年期国债收益率呢是无风险收益率那最近一段时间呢，这个10年期国债这个收益率开始上行，而且上行的速度非常快，从2.5%一路很快，大家可以看这个图形的这个反弹，这个走势一个深 V， 很快就上行那这里面受制于3个因素导致的，一个呢就是这个特别国债和地方专项债的密集发行因为政府缺钱嘛，最近在发债供给多了以后呢，资金少了，那自然收益率就会上行。那第二个因素呢，就是这个宽松的这个经济宽松的货币接近尾声。那年初的3次降准效应呢，现在正在边际递减宽松的效应在消退。那第3个因素呢是他们这个债券投资圈认为的因素在我看来呢，其实是最不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说他们认为疫情过后呢，经济在复苏所以导致收益率的这个上行但不管怎么说呢最近做债券的兄弟们确实日子不好过天天的眼睁睁的看着债券狂跌每天都跌，隔壁的市场这个股市呢每天狂涨，心中呢非常惆怅但是风水轮流转，对吧？这个债市的牛市呢，也经历了将近2年多了所以这个也没什么特别好羡慕的。这个股市波动起来也是很吓人的。那我们知道最近这个理财市场出现一个现象，就是大量的理财产品开始亏损这个大概有将近400只吧，这个理财产品在亏损，就是你投资这个理财产品以后呢，你非但赚不到钱还在这个亏损，这个是让很多人不能接受的就是我买一个固定收益的产品，风险只有 R2 这么低的级别，但是我却还在亏钱。那这个呢就促使着逼着资金呢开始从固定收益的这个市场开始汹涌的往权益市场去跑就往股票市场去跑所以这场牛市呢，你不管它是人造的也好或者是天造的也好可以说是正当时正好是在这个买固定收益产品包括买货币基金这些人的这个投资人他正恨得牙痒痒的本来求个稳，结果呢还亏钱，所以他再一看隔壁股市涨好了，他就把理财资金全部给你搬出来以后，然后去进入到股市所以说这也是这个疯狂的牛市的助推，这个疯牛的一个助推因素。那10年期国债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呢？就是大家知道10年期国债收益率的上涨那就代表这个整个债券市场的要大下跌因为你无风险收益率在上涨嘛整个这个债券市场所有的债券价格基本就是下跌的一个走势。那固定收益产品理财市场理财产品净值都在下跌的一个状态，所以说这个反过来呢也助推了这波牛市的一个上涨。那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几张图我们先来看第一张，就是这个2020年6月份至今整个 A 股总的成交金额的一个图。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6月份啊，包括6月份之前啊，整个这个成交金额还是比较正常的啊，两市成交金额大概就在6000亿到8000亿这个水平。那从这个7月1号以后啊，这个量一路上行啊，到了最近几天这个量，大家可以看到平均都在16000亿啊，两市在16000亿这个量上啊，在往上走啊，所以可以明显的看到整个成交量啊，成交金额上了一个大的台阶。那大家以后要非常关注这个成交金额啊，因为一旦上了台阶以后啊就不能轻易下台阶啊，因为什么？一下台阶就要出大事啊，那就可能真的要出事儿。所以这个量很重要啊，这个做股票的人大家都知道，量在价先嘛。那既然上了1.6万亿这个平台啊，那你最起码在这个平台上啊，要相对要稳住这个量啊，甚至如果再好一点的话，就再往上推一些啊，推到2万亿左右，能维持一段时间。那这样呢，这个牛市才能持续啊。所以说你要对这个成交金额要时刻关注啊，要密切关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这个2020年6月份到现在啊，这个两融就融资融券余额的一个增量啊，我也做了一个图，大家可以看一下。那这张图呢，就是显示这个两融金额，大家可以看到，在6月份的时候还算每天增加吧，正常也就100亿啊，多的时候100亿，少的也就几十亿这个水平。那到了最近3天呢，可以看到啊，每天的这个增加的金额将近在300亿以上啊，300亿，高的时候可能甚至有400亿。那两融余额呢，迅速啊，从不到1.1万亿啊，大家可以看到那个红色的曲线，那个就是两融的余额，从不到1.1万亿一路扩张到了接近1.3万亿啊，可以看到非常短的时间，其实也就是将近20多天左右啊，20多天1个月多一点的时间，增加了将近2万亿。那大家也可以算一下，可以想一下，如果每天的两融余额增量，比如在300亿啊，或者250亿到300亿啊，那只需要将近30个交易日啊，那两融余额就可以上到2万亿。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一次这个疯牛啊，就2015年那个牛市啊，在崩溃前两融余额达到的那个天量有多少啊？那个时候两融天量达到了2万亿出头啊，2.1万亿这个水平。所以说我们对这个两融余额也要密切关注啊，因为两融余额它是杠杆资金，一旦有风吹草动的话，它这个变化会非常快啊，对整个市场造成剧烈的影响和冲击啊。大家也还记得2015年这个牛市破裂的一个最直接的触发因素就是这个杠杆的这个破裂，对吧？包括配资市场的这个破裂啊，包括这个两融市场的杠杆的破裂，导致了这个牛市的戛然而止啊。所以说这个两融的余额呢，也是密切需要关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那好，走到现在呢进入疯牛的最后一个阶段啊，这个我再给大家上一个图啊，大家要时刻感受到这种危机感啊，就是这个十面埋伏啊，你越是到这个行情的最疯狂的阶段啊，获利非常暴利的阶段，你越要有这种十面埋伏的这种感受和这种警醒啊，否则的话你很难全身而退啊。当年14、15年牛市，很多人都是赚了很多钱，但最后呢都是把本金都亏出去了啊，把本金都亏没了。好的，然后最后呢再给大家看一个统计数据啊，这个呢是国内一家叫远川研究所的这个投资咨询机构啊，他最近发表了一篇公众号的文章啊，这个标题叫研究发现牛市是散户亏钱的重要原因啊。这篇文章呢大家有兴趣啊可以去看一下。他通过这个大量的这个数据啊统计发现，在2014年到2015年的大牛市啊和股灾期间，那其中股市里面0.5%的投资人啊，他们呢赚取了大量的收益。而这个底部的85%的投资人呢，则损失惨重啊！所以这个一进一出之间啊，高达2500亿人民币啊，就是2500亿人民币的财富呢进行了转移啊。其实这个也不难理解啊，因为如果不是牛市的话，或者是普通市场的情况下，也不会有那么多大量的散户啊，这个增量资金的进入啊。正是因为大量的增量资金的进入啊，很多这个所谓不明真相的群众啊进入这个市场啊，所以呢才导致了这个市场的这个大幅波动啊，也让也被。就是有一些投资人可能也是被收割了啊，也有这种情况。好，那我看一下时间啊，差不多讲了有10来分钟了啊。如果这个再讲这个关于经济遭受一波冲击以后，央行还有多少货币宽松空间的话，那我们留在下一期的节目呢再做分享。那好，最后呢送大家一句话啊，这句话呢是这样说的啊：投资者的判断仍是基于事实和数据这两个基本维度，而他们参与的这场游戏啊，却是情绪的第3维和梦想的第4维上展开的。那投资人呢能把握的呢是基于事实和数据的业绩，而真正呢带你飞上天的其实是基于情绪和梦想的估值。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